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郁金香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这个专门是针对跨境电商的。如果说你想在不囤货、不做大批量采购的情况下，为你的跨境电商独立站做私有品牌的一个标签，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品牌 logo 印在你的产品以及包装上面。即便是你做的是无货源的跨境电商，又不像传统的那种没有自己的一个品牌 logo， 所以这个对我们刚开始做跨境电商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打造你的品牌形象，你有自己专属的一个 logo， 这点真的非常的有用，也非常的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想比如说做牙膏或者做一个洗面奶，我想给这个洗面奶呢做一个私有品牌，那么这个商品上面我也希望它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 logo， 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店铺的整体风格然后来随意的设计包装外观还有配色，让整个品牌形象的话保持统一，而且这整个过程的话你完全可以按需发货。那么我们想要使用这个方法，这儿我们会用到一个 BSD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那么这个网站的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那这家公司可以看到它成立于2017年的一个7月份，那它最初也是一个初创公司，刚开始也只有3-4个人，那到现在这家公司还是发展的非常的快。这我们就已经来到了它的这个页面，这个是一家中国的公司，进来感兴趣的伙伴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那它主要是设计一些包装，设计一些 logo。进来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号，没有账号的朋友，我们这儿打开视频描述栏的一个注册链接，那在这里我们鼠标点击左上角在这里去注册登录。进来之后，这里没有账户的朋友，我们直接来注册就可以了，有的你可以直接登录。这里那前面第一个填入你的名字，第二填邮箱，第三设置一个密码，设好之后这儿就直接点击一个登录。 OK， 那这儿成功了，注册非常的简单啊，直接登录之后我们就来到 APP 的这个后台。在开始使用这个软件之前，我们需要把这个 DS 给它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店铺。这儿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就会直接转到这个后台。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去连接一下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店铺。我们做独立站就一定要用到 Shopify。那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朋友都喜欢使用这个 Shopify， 它非常适合新手，因为它建站也比较的简单。如果说你还没有 Shopify 店铺，这儿 Shopify 的一个注册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去复制链接，在新窗口去打开。来到这个 Shopify 之后，你打开，你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鼠标往下滑，你会看到在这里描述栏这里点一个更多，或者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看到，这儿鼠标往下滑，在我的评论区这里也有一个展开按钮，在这里会看到有一个 Shopify 的一个3天免费试用，首月仅需1元。那么我们直接点击这个链接。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我的描述栏的链接，这儿可能直接点不了，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这个链接，同样在新窗口来去打开也是可以的。打开之后你大概是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可以看到这儿注册免费试用并享受3个月的 Shopify， 每月1美元。那么简单说，你3天可以免费试用3天，无需信用卡，输入这个电子邮箱就可以。3天过后，前3个月每月只需要1美元，相当于你可以免费花3美元可以使用3个月。那接下来我们就点这里免费开始。首先我们先来搭建一个我们这个 Shopify 的独立站，等一下我们再把它连接到 DS 平台。可以看到进来之后你输入你的邮箱就可以了，这个非常的简单。你输入邮箱进来之后，他会问你一些问题，那比如说这里他会问你想在哪里销售，比如说你想在线销售或者想在网站或者博客销售都可以，这儿你可以直接选一个，选好之后点下一步。他还会问你有没有开始卖商品，那么还没开始你就点这个，点下一步。他会问你打算卖什么，比如说我想这个按需打印的商品，我就勾选它，点下一步。接下来我们需要填一个邮箱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已经有可以直接登录，没有就在这里去注册一个。他会问你需不需要设置一下2步验证，如果不需要我们就直接跳过。好了，接下来这里他会给了3个套餐给我们。在 Shopify 开店其实非常简单，你可以看到它一共提供了3个套餐，那么都免费提供3天的一个试用。那3天试用之后，你只需要再花1美元，还可以再用3个月，前3个月都是1美元，你相当于你只需要花3美元。那这个3个套餐的区别在哪里？有
团队的，或者说你是个人还是团队，或者是公司更大的团队。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第一个它的套餐每月是$25一个月，它的第三方的一个支付服务费，这里可以看到是2%，也就是说每一单它会扣除你2%的一个扣点。第二个它是65，它每一单只需要扣1%。那么第三个是399，它每单只需要扣0.6%。也就是说，你租用的越贵，你的扣点就会越便宜；你租用的越便宜，那你的扣点就越高。这儿如果说我们还没考虑好，你可以直接跳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会非常快速的就帮我们搭建好了我们的一个独立站。这个时候直接来到了 Shopify 的后台，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一个在线商店就已经好了。那我们的 Shopify 店铺开好之后，接下来我们把产品给它上架到我们的 Shopify 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需要去拍摄，或者我是不是需要去进货，或者我是不是需要去找一些工厂？那这些其实现在都不需要了，我们可以做一个无货源的一个跨境电商，我们不需要囤货，我们可以直接找一些一件代发的平台，比如说像这个人作铺，这个是一个一件代发的平台，你可以这个上面有上百万的一个产品，你可以把它产品的一件铺货到你的 Shopify 店铺里面。那如果有人在你的 Shopify 店铺里面下单，那么人作铺它可以直接帮你发货，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无需囤货，作为一个无货源的跨境电商。那么没账号的朋友，这我已经把人作铺的一个注册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先暂停视频，跟着我一起来操作。先打开人作铺的一个链接，来到这个首页。你还没有一个账号，我们需要来人作铺这里注册一下。注册好之后，我们也是需要把它直接连接到我们的 Shopify。这儿我们点击上面这里的一个免费试用。接下来你需要填一些信息，比如说你的姓名，还有你的邮箱，把邮箱输入进来，这里输入一个密码。接下来输一下你的电话号码，这里来自哪个国家，你选一下你的一个电话，比如说我是中国，可以看到中国这里86，这里勾选一下，把我的电话号码填一下。接下来点这个创建账户 ，OK， 这里创建好之后进来可以看到它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就大概说了一下它里面的一些订阅计划。这儿我简单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相当于是一年的计划，一年是$197，它有200的一个订单积分，还有高转化率的一个 AI 构建的商店，还能获得美国热门的产品，它可以相当于是可以自动帮我们履行一些比如说发货这些物流这些还有现场的，比如说每周的一些培训，比如说你不会的这些你也可以直接联系，这里有教练。那还有它还可以自定义一个品牌，那价格还是相当便宜，原价是要$500多，现在一点只需要$100多。这里可以领取你的优惠。 OK，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后台之后，这里可以先把这些给它先关掉，还有一些相关的广告，这里先把它关掉。那这儿我们也可以先免费试用一下，你觉得还行，后期你可以考虑它的一个套餐计划。首先第一步可以看到，我们先要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商店，这里第一个可以看到这里一个添加新商店。那么这个时候在中间这里就会出现，可以看到它有将你的 Shopify 连接到人作铺，直接关联我已经拥有的商店。如果你没有，它还可以给你自定义，给你创建一个商店，或者手动创建商店。那么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就点这个点一个继续。接下来我们要授权一下这里我们要去安装一下，点击这边人作铺去安装一下。这个时候它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的 Shopify 的后台，可以看到这儿我们需要安装一下。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安装好了人作铺，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一件代发平台。它上面的商品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个查找商品，这里面商品是非常的多。如果说你做的是欧美市场，那上面一件代发的一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时间，这些都能看到。如果是欧美市场，一般2到3天就到了。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们还需要做一个事情，在后台这里它有2种收款方式，到时候如果说你觉得使用的还可以，人作铺它是需要扣费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选一个，这里我们用我们的 PayPal 来给它连接一下，因为它这儿有一个免费试用3天，它是不会扣款的。我们先连接一下，点这里 OK，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接好了。连接好了之后，接下来这里我们先给它点击一下这边右上角这里一个批准，它这个时候会自动跳转到人作铺的后台。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点击这里的，给大家翻译一下，点击左边的一个查找产品，在这个上面你可以搜索一下你想要卖的一些产品，你想销售的产品。这旁边你也可以筛选一下从哪里发货，比如说你做的是想从美国发货，
你想做哪一类的，这下面你可以先筛选一下。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它会给我们推送一些刚出来的一些新款的产品。比如说我想卖这款产品，这下面就有，你可以给它添加到我的产品里面。那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这里来，它的产品描述、变种这些图像这些，你可以到这里来给它改一下。语言这里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们就这儿直接给它选择英文。更改一下它里面的描述，包括里面的 SQ 还有图片这些都可以进行更改。那改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发布到我们的商店。那下面很多你可以看到，下面还有第2页，你可以直接翻到下一页看。太多不好找，你就到这个分类里面来看一下。这儿比如说这个杯子，这里我想卖这个产品，添加到我的产品里面，这儿来可以来改一下。这些里面的都可以改一下。改好之后，下面我就直接点发布到我的商店。好，这儿我添加了2款产品。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Shopify 后台，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点左边的这个产品，那我再选一款，这里点一个裤子，点击给它发布到我的商店。那在这儿它会让我们阅读一个信息，此商品它在商店里面会显示库存有5万件。这个只是一个占位符，它只是说这里显示会这样显示，它因为没有一个实时的库存。那么这儿我们点一个知道了，点一个确定。这里可以把你看好的一些商品都给它一键导入过来，非常的方便，直接就这样子可以看到这儿，直接这里点添加我的商品，改一下相关信息，直接把它导入过去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先把它添加到你的这个产品里面。我们回到任作谱左边，在我的这个产品这里面，这里有一个导入列表，这儿还有一个商店列表和采购。那么这个导入列表后面可以看到它这里会有3个点，你可以把它删除，也可以把它直接发布在我们的商店。你还可以点击进来呢，更改它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点这里它的标题，这儿我们直接点进来，给大家翻译一下这里。你也可以进来看一下它大概的一些信息，这个里面比如说它的运输时间，它有什么颜色的，那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来把它先编辑好了之后再进行一个发布到你的商店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我们回到 Shopify 后台，你点这个产品，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上架的产品，在后面有个眼睛，我们可以看一下来预览一下。这儿它稍微有点，这里有点迟钝，这里相关信息有的还没有显示出来。这样其实我们导入商品的这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店铺有了商品之后，接下来呢回到这个来到 DS 平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设计一下我们品牌的一个标签。进来之后，我们先要连接一下我们的 Shopify 商店，这儿我们点击这里一个连接，好，这儿它需要我们填入我们 Shopify 的一个链接地址。我们回到 Shopify， 在这个设置这里，那我们怎么找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的一个域名？我们找到设置先，这下面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域名，在这个设置里面，这儿往下滑，这里有个域名，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你商店的一个域名，在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一下，那这个是你的店铺默认的一个域名，这个域名其实在顶部这里也是有的。那么我们回到 DS， 把这个域名给它复制到这个里面，这时候这儿选一个确认，这个域名这里不要弄错，我们只需要复制这里就可以了，这个点后面就不要了。回到 DS， 我们把它输入进来，因为后面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了.com， 前面有了 HTTP， 我们中间只需要这个部位就可以了，只需要中间这一部分的信息，点一个确认。同样这里呢也需要安装一下，安装好之后它才能够连接到我们的店铺，这儿点一个安装，正在连接当中，它会自动连接。 OK， 这里已经连接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里已经激活了，显示已经在线了，我们的店铺已经连接成功了。如果说你想给某款产品做定制化的包装，或者说想定制一些 logo，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里有个采购，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到这个页面来提出一个采购的申请，最好是你的店铺里面已经有的产品，可能之前或者说你从速卖汤或者说是任作谱其他平台导入进来的都可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从任作谱已经导入了一些商品在我们的店铺里面去了，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导入的一些商品有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店里面呢选择已有的产品。那么我们怎么样找到我们自己商店的商品？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产品下面有一个，我们找到这个产品进来之后，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商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我们自己的，可以看顶上这里有个我的商店产品，我们点一下它，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一条裤子在这里已经同步了，可以看到我另外的2个商品它就还没有同步过来哈。那如果实在没有同步过来的情况下怎么办？我们可以点右上角这里导入我们商店的一个商品，在这里直接会显示我们的商店的名称。
好，这儿点一个确认，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正在导入，这里你可以刷新一下。OK， 那这里另外的2个商品也导入进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给你的产品想做的品牌来定制一个 logo， 提交一个报价的一个请求。那怎么提交一个报价的请求？我们可以点击右边这里有一个请求报价，这儿有一个询问报价，这儿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这儿提交以后，可以看到这里已经交了。提交之后，后面你可以来查看报价，大约需要等个12到24小时左右，就会收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报价的反馈。后续你就可以更清楚的去了解你的产品成本，并开启一个私有品牌的一个标签。后面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查看报价，那可以看到查看报价这个按钮的时候，就代表了这个报价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点击一下，点了之后就可以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这里就是一个报价详情，这里面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还在审核当中。如果说你想增加更多的一个报价，那么这里你可以把你所有商店的商品，你像按照刚才这种，把它全部把你的商品导入进来，在这里去提交一个报价。到时候它的报价审核通过之后，你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报价的一个详情，你可以选择产品的发货地还有目的地，比如说你选择美国，那你可以看到美国产品的最终报价，那其中它会包含运费、操作费还有产品本身的所有的费用。如果说你觉得 OK， 那么你可以设置成私有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代发产品，但是这里因为还在审核，没有办法带大家详细的进去看。接下来如果说你的审核通过了，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产品的下面这里链接，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么这个里面它就会出现我们审核通过的产品，那在这里你就能看到产品的链接，那么你就能拿到这款产品的一个报价，接着你就可以来正式的来设置这款产品的一个品牌信息了。那么在这里可能你需要准备一些品牌的信息，你需要上传你店铺的一个 logo。和要给商品用的一些包装的一些设计。我们来到 BS 这里，具体的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产品，这里进来，在这儿有一个我的愿望清单，你点进来之后，在这里愿望清单的旁边，这里有一个包装，你可以直接点进来。点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需要上传你店铺的 logo 和要给商品的一些包装的一些设计。在这里你可以看它的一些要求，它需要上传的文件的一些具体的要求。首先是上传你的产品的一个 logo， 还有它接受的文件可以看到是一个 PDF 和一个 AI 文件，没有 PNG 也没有 GPG 文件，那只接受一个 PDF， 大家只要注意这个细节问题。当你把你的 logo 传进来之后，那这里它会有一个 AI 这种格式，那么这个效果最好。如果说你的文件不是 PDF 的，那你可以去把它转换一下。我会用到，我这里你不会觉得它使用这个 PDF 文件很复杂，只要有 AI。我这儿用的是 GPT-4o， 那我直接让它给我的 logo 发给他，让他帮我转换成一个 PDF 的格式，直接供我下载，这里就已经直接转换掉了。所以大家一定在这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拥有一款好用的 AI 工具。这儿我用的是 GPT-4o， 那相关的 GPT-4 的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了，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来，这儿我们直接点击下载，我把它保存一下。OK， 接下来我就把它上传进来。那么这儿我们给它的一个 logo 主要是要用来打印的，所以这个 PDF 的它打印的效果是比较好一点。在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上传，把我的这个 logo 给它上传进来。OK， 可以看到已经上传进来了。上传进来之后，我们点下一步。当你点下一步的时候，你发现它要求我们这儿要输入一下名字，那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下，比如说这里小鱼儿，这里要选择一个尺寸，那尺寸我们就选择一个大的。接下来我们点击下一步，这里已经上传成功了。在右边这里大概你可以看到这里小鱼儿了，它这里已经出现了，可以大概的预览一下效果。因为这个 BS 它会帮你按照这个 logo 的一个大小来印到你的产品上面，所以这里建议大家选择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上传完以后，你可以看到右边这里立马就能看到我的一个 logo 标志，这里它显示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等待报价，这个时候 BS 它正在处理你的这个 logo 了，大概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第一步是我的 logo， 第二步你可以看到这里下一步你的一个卡，再下一个就是我的一个产品包装。那么你可以点击上传你的这个产品包装，注意包装设计，如果说你还没有想好，或者说你自己没有设计好，这因为直接是上传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包装，我们自己如果说是不会设计，那我们可以来到
Fiverr 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平台，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才可以帮你做各种设计，帮你做很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是设计、报税，这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设计师，并且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它可以帮你制作，帮你设计你的产品包装。那很多自由职业者，他们也是在以业余时间在这个上面来接单，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你可以在这上面搜索一个关键词，那么你可以在这上面来搜索一个产品包装设计，你用谷歌翻译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直接在这里面来搜索，在这个下面就会出现很多，你可以挑一些评分好的，比如说这种4.8以上、4.9以上的哈，这个5.0的也是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它的一些接单情况，可以看到这里4.8的它的是1000家，那让他们来帮你设计。这是 Fiverr 的一个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打开链接哈。你不光是让他给你做设计，他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儿有一些图形设计，可以看到图形设计里面各种标志设计哈，然后还有里面一些网站设计、书籍设计等等，景观设计哈，这些什么建筑工程设计、T 恤这些时装设计等等，非常的多。在设计这一块还有编程，这里面也很多哈，然后数字营销、视频这些也没有问题，写作这些哈，所以它这里面呢，可以说是你不想做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到这个上面来请人，让他们帮你做，那么你花钱就可以了。这里 Fiverr 的相关链接哈，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打开来点开一个产品，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那比如说这个5.0的哈，它这个评分还比较高，这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那么进来之后呢，那么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做的不同的一些效果图，这个是一个产品包装，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包装，各种各样的一些包装设计。那这种设计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直接告诉这个设计师，让他来帮你设计。那么在这个你要联系，你可以在这里面来联系这下面的，他有一个客服在这里的哈，这个设计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直接联系他。那我们在这个右边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联系我。在联系之前呢，我们需要先登录一下。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Fiverr 的一个账号，那么我们鼠标往上拉哈，在这里呢有一个登录按钮。那么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注册按钮，如果说你有账号，你就直接登录进来；如果说你没有账号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来注册一个账号。你可以用你的 Google 邮箱，也可以用你的这个苹果 Apple 来进行登录。那么登录进来之后呢，那你就可以继续了，就可以直接去联系这个老板。你可以有了账号之后呢，那你才可以正常在里面去进行一些交易哈，你可以去进行付款。付款的话，接下来你就可以来联系这个设计师。那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你可以告诉这个设计师哈，把你的产品链接发送给他，还有呢你的 logo、你的一些文件呢发送给他。那你还可以告诉他你的这个盒子的一个大小、你的包装的一个大小等等，所有的信息呢你都可以告诉他，然后来和他进行一个沟通。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设计师呢，他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他的订单已经有1000多单了，并且呢可以看到他这里还有6个正在排队的订单，证明找他做的人还是非常的多哈。他的一个期限可以看到，他3天就可以交货，就相当于3天就可以给你做好，这个速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快。你把你的品牌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包括一些什么专属的字体、品牌字体，你发给这个设计师哈，还有你的 logo、你的颜色代码这些呢，你都可以发给他。这个包装设计好了之后呢，那后面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logo 呢直接印到你这个包装上面。如果说客户他收到产品呢，它上面呢就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专属的一个 logo， 这样呢就会感觉到你的这个品牌的话会非常的专业哈，个人的一个品牌，也能帮助你呢在这个 Shopify 独立站上面呢打就一个长久的品牌，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无货源的店铺。那么在这里我们设计好了之后呢，这里我们获得了这个我们的一个品牌这个包装设计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到这里把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设计呢给它上传进去。那传进去一样的，你也需要选一下你的尺寸大小，这个上面都要选一下，填一下你的名称。除此之外，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些感谢卡，还有一些快递的包装类设计等等。那么如果说你要设计一些卡片的话，你也可以设计好之后呢，你这里直接把它上传进来。如果说你还有一些物流的包装的话，设计的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上传进来。那么上传方式跟刚才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发货上面呢，让顾客收到这个让他收到这个产品呢更有这种品牌感的一个包装的话，如果说你想在盒子里面放一些小卡片表示感谢呢，那你也可以在这个 Fiverr 里面也可以让他来帮你设计设计好了之后呢，你直接去上传。因为我们自己设计，那么我们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你可能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
那么这个设计师哈，其实还非常的不错哈，他的一个评分直接是5颗星的评分哈。这如果说你想让他帮你设计一下的话，这里呢我也会把这个设计师的相关链接呢，给他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好，你可以直接打开了，那么他就会直接带你来到这个页面。这个设计师的话是他的人气应该还是非常高，找他做的人呢还是挺多的。那么基础的一个价格就是这里可以看到，它大概要90来美金，就是帮你设计一个专业的一个这个品牌这个包装设计的话，也就是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哈。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整套的一个品牌设计呢，直接帮你搞好。当然你自己会弄的话，你自己也可以自己设计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个人都不是专业的，所以呢，最好还是交给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做。那么这儿呢，我们这里所有的都弄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再次来到你的这个产品的链接页面。那么这里呢，它还正在审核哈，等到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就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一下。那么到时候呢，通过之后呢，你就到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链接这里来找。那你可以到这里来设置你的产品的一些信息。那么当你的产品审核通过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到像这样的一个页面。那你的品牌信息这些呢，它这里一些相关的报价在这边你都能看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让你的产品真正的带上 logo 定制包装。可以看到它这里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信息。那么这边我们可以鼠标回到右边这儿，可以看一下，点一下这个品牌，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logo， 你就可以上传你自己的一个 logo。比如说在这儿 logo 直接可以插入这里，点一个选择，把我的这个 logo 你给它点进来。这里正在连接，这里 logo 看到连接成功之后，这里它已经勾上了，就代表已经连接成功了。接下来就是这里的你的愿望卡、你的卡片、你的运输包装，还有你的产品包装，这些你都把它全部给它连接上。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logo 是已经插入进去了。那接下来比如说这个产品包装，这里点一下，它这里会显示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们上传了，它还没有审核通过，所以这里我们还找不到，所以我们这儿耐心的等待一下，大家也不要着急。下面在这里鼠标回到右下角，这儿也有客服，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这里来咨询。一旦你拿到报价之后，那我们可以回到左边的这个产品这里，找到这个产品链接，你就可以在这个产品里面来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设置，把你的产品全套的贴上你的一些品牌、你的包装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这里，当你的几个你的品牌、你的感谢卡、你的一些包装这些全部都已经报价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你把你的产品找到之后，在旁边直接点击这里，去把它每一个给它添加上就可以了，把这些相关的全部给它添加上，全套的把它和你的商品绑定在一起。这里我们已经绑定好了，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它这里是有显示的，在这里。下面这些我们的一些报价还没有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还绑定不了。当我们的 Shopify 有新的订单了之后，这个 DS 在这儿我们找到这边的订单里面，它就会自动同步到这个里面，这个订单这个里面来，全部都会显示在这个里面。它也会帮你印刷 logo 来到你的产品上面，并且来设置好你的一个定制包装、快递包装，还有感谢卡片，完成一个发货。当然前提是你是给这些包装都上传了相应的一个设计稿。总之 BS 它会替你把这些订单打包寄出的。那如果说你想要确认一下你的 logo 和包装确实都用了，你可以在这个订单里面，等他们发货以后，你可以找到相应的订单号 BS 里面，它会把运单号也会同步到你的 Shopify 后台，并且通过邮件通知顾客，让他们随时可以追踪到你的一个快递的一个物流的进度。通过这个流程，大家就可以不用囤货，你也不需要大批量的去采购一些商品，把它堆在一个仓库里面。我们只需要有一个认作谱，有一个 BS 来帮我们设计，我们在认作谱里面去导入我们想要卖的产品，通过这个 BS 来帮我们设计一些包装 logo， 帮我们印上我们私有品牌的一些 logo 款式，这样非常个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 Shopify 商店，你的商品会比别人不同，因为你的上面会有你的私有品牌的一些 logo。那这儿所有用到的认作谱也好 BS 的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包括 Shopify。那么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去我的
描述栏和评论区你去打开，你可以自己来跟着来操作一番。现在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自己去考虑，我们产品我们也不用自己去找，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些一件代发的一些平台直接帮我们搞定。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你对跨境电商感兴趣，你也是新手，那你可以来看小鱼儿之前的这期视频，跨境电商独立站的搭建5小时，非常详细的一个从0到1的一个教程。这儿呢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大家一定来好好的来看一下。如果说还有不会装修 Shopify 店铺的朋友，直接在我的首页这里搜索 Shopify 装修，搜索一下，那么你直接在这里搜索一个 Shopify 装修，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Shopify 独立站从入门到精通。这期视频主要是讲一个 Shopify 的一个装修的，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商店，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查看我们的商店。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商店目前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能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装修，那有不会装修的朋友就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那今天呢郁金香的分享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做跨境电商感兴趣的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